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了国内了。这个是在隔离酒店，看酒店下面有一条小河。我是在7月28号从温哥华飞回成都，当地时间29号晚上到的成都。成都当地的隔离政策是酒店隔离14天加7天的居家隔离。现在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，我从温哥华订票、做核酸、登机，然后一路到成都隔离，一直到最后解除隔离整个过程吧。之前没有想过要回国，然后断断续续有关注一些回国的情况，大家都说特别的困难，那我也知道，但是因为家里有事情必须回国嘛，所以我就先打电话咨询了当地做核酸检测的一个私人机构，也是华人开的。私人机构跟我就说，你先确定好你回去的时间，订好票，然后再给他们预约就可以了。后来我一查这个机票，回国的好像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买，而且价格也不是特别的贵，所以我就立刻购买了机票，大概就提前了1个星期吧，就买了1周后的机票。其实是可以去政府的这个机构去做检测的，但是因为我的时间比较紧，我也不想中途出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就决定还是自己花点钱在私人机构一起做了就可以了。现在回国是要双阴检测嘛，就是一个核酸再加一个验血的一个阴性证明。我们当地这边的华人这个私人医疗机构呢，收费是465，就是2样测试都是在他的那个诊所做。如果你不想花这么多钱呢，你就是验血去 Life Lab 做，然后核酸呢你去那个公共的检测机构做。其实也这样子也是可以的。后来我看有人说头一天做测试，第2天就有结果了。所以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，你就自己去做检测，那可能就只需要出一个验血的钱就可以了，70块钱的验血的钱。然后这个做核酸据说是380吧，如果你去公共机构就是免费的。那我总共付了这个私人机构就是465块钱。是28号的飞机，那我26号的晚上11点多吧就去这个机构交钱。交完钱以后呢，就在外面等了1个多小时吧，到12点，也就是27号的凌晨，准时在他们的机构做检测，先做验血，验完血抽了1支血吧，然后再做一个核酸。做核酸就是做鼻子的，长长的棉签放到你的鼻孔里面转几转，然后再停留10秒钟，拿出来就可以了。还好他的检验结果第2天晚上就发给我以后，我就马上去领事馆的这个，它有一个2维码，扫了这个2维码以后，就微信里面就出现一个领事馆的这个小程序，你就要填一系列的表，最好是有身份证，上传一系列的，比如说双阴检测报告、居住证明的证件、疫苗证明也蛮重要的。把这几种证件上传给他以后呢，就等待你的码变成绿码。这个就是在机场候机，温哥华机场人是少了很多，但是他们的工作人员其实也都是戴个口罩防护方面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已经有一小部分人在那里排队。我是提前3个小时到的机场，还没有开始值机，但是已经有几个人在排队，所以我就赶紧排了上去。不能回国啊，其实好像想回国的人还是有办法的。这里要说一下，你的微信最好是用你的名字申请的，就是说要有身份验证，这样你申请编码才可以通过，不然的话你还得要身份验证，因为你的那个健康码要跟你的身份证信息是一样。柜台办理登记手续，它不会像往常一样把这个登机卡直接给你哦，他会让你把行李给了以后呢，然后护照还给你一个座位号码，然后让你到旁边一个地方再扫一个2维码，这个条形码出来以后呢，你才可以去那个旁边这个柜台领到你的登机牌。很多人填的那个表很麻烦，很多人就卡在这里急得要命，半天也填不进去，然后
码有了以后呢，你就可以拿着你的登机卡开始去过安检。过了安检以后，就发现就基本上很少的人，机场里面就看不到什么人，像那些免税店啊，基本上就只有雇员在，有少数那么1-2个顾客在看。我也没有去免税店闲逛了这一次，慢慢就急匆匆的通过。你看这个机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，但是结果到了餐厅的地方，居然发现餐厅里面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悠哉悠哉的吃饭，口罩也没有戴，慢腾腾的在那里吃。我到了候机厅的时候呢，候机厅还没有几个人，很少的人。我们温哥华当地的工作人员都是很休闲的戴一个口罩，很多人手套都没有戴。然后看到南航的空乘人员过来，就发现气氛不一样了。他们就是全程的就是全副武装，从头到脚，防护服啊、护目镜啊、口罩啊、脚套啊，全部都是穿戴的整整齐齐的。进了飞机以后呢，我们是差不多在商务舱过后的第一排，经济舱的第一排，我算是去的比较早的。我前面3排到4排都是空着的，没有人。然后我跟我旁边的人中间就隔了一个空的座位，就说如果你是1家3口的话，他就会跟你安排在一起；如果你不是的话，中间就会跟你隔一个位置。我旁边这个女士到了以后，每个人座位上呢有一包吃的。里面有一些花生啊，什么面包啊、零食，然后有2瓶水。其实温哥华机场的漏洞呢还是很大的，比如说像安检的地方，你必须把东西扒出来放在那盒子里面，他也没有跟你消毒，你就这样拿出来，然后又拿在手上，所以你自己最好带一个擦的或者喷的，就随时把它给消毒，这样就安全放心一点。戴2层口罩，1层是 N95 的，另外1层外面又套了一个一次性的医疗口罩，戴上我的眼镜。反正我就是什么都没有做，就最多喝了2口水，然后喝水的时候把口罩摘了几秒钟。终于到了成都了。飞机降落以后，我们在飞机上又等了大概半个小时一班，然后就一直在飞机上就等。因为我动作稍稍慢了一点，我前面一个正好赶上了第1班，车子前50名就出去了，我是第2班。出去以后，你不会走平常的那个出去的通道，它会有一个专门的通道。这个通道直接就是来到一个小厅里面，坐在那里等。在这里，我们排队大概排了1个多小时吧才到。在这里呢，就是要做口腔的和鼻子2种测试。终于呢做完2样检测以后呢，过完海关以后就有隔离大巴等在那里。我们的飞机是5点多到的成都，到我坐上大巴到酒店基本上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，所以在机场差不多是耗了3-4个小时吧。成都有几间隔离酒店，但是我们住的这一间呢是在新都区，条件呢是一般了，就比较差了。所有的费用就包括酒店房费、餐费、核酸检测的费用，加起来总共是4090。酒店里面他就提前给你配备好了水，每天4瓶，14天就是56瓶，2包的水。另外他还配了一大包消毒纸巾，还有一大瓶的这个洗手液。接下来呢就是自己一个人在这个酒店度过14天的时间了。这个酒店的走廊上，它每一个房间的门外，它放了一个桌子，放了一个小的床头柜儿，这样他每天送的餐就可以放在上面，然后旁边是一个垃圾桶。在这14天内，你除了出去开门拿东西、拿吃的和丢垃圾以外的其他时间你是不可以开门出去的。每天早晚他会有人来给你量体温、检测、做核酸，有的最开始是隔1天，然后后面是隔2天，反正总共在酒店就做了6次核酸，最后一次他会给你早晚各做1次核酸。这个就是酒店的早餐、午餐，总之呢也饿不着你，反正我觉得还是够吃的。然后每天中午也有一点水果，晚上有一个苹果。如果你不太挑的话也可以。酒店里面，你在酒店旁边有一个超市，你可以通过这个酒店提供的这个2维码在网上购物，网上买也可以买京东的。
还有美团的都可以。然后因为我带的插头是美式插头嘛，所以我就打电话问前台，前台说你生活必需品的话，你想网购也是没问题的，他会给你送过来。所以的话，基本上你要什么都可以达到，没有什么人要转机的人，他们就是会防御部门会统一把他们送到机场或者是火车站，再去转乘。留在四川的人呢，就要由当地的防御部门派专车来接送。解除隔离条件就是按当时到达机场、到达成都落地的那一刻的14天。我们是下午5点多到达机场的，所以我的隔离解除时间就是当地的时间14天后的6点钟。现在我就是需要回到我父母的小区里面，他们专门给我找了一套朋友没有住的房子，我就一个人在这边开始我的隔离生活了。到了这边以后呢，就会提前有2个社区的人跟我对接。到了小区以后，在门口3个社区的人就在门口等着我，填了一些表以后，他们就把我护送到了我的居家隔离处，然后叮嘱我说，每天除了我爸妈送饭来或者我丢垃圾，我的垃圾只能放在门口，他们会派专人来给拿走，然后我是不可以走出这个门的。我家人也不可以进到这个房子里面，如果他们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呢，他们就不能再出去，就会跟我一起在这个里面隔离。另外还在我的门上装了2个门磁，我每开一次门他们都会有报告，然后每天呢我得早晚报告一次，我得自己早晚测一次体温，所有的垃圾呢必须里里外外喷一下消毒，反正一路上吧，他们就是把你当成一个病人在看待，就是你所有碰过的东西他都觉得好像有病毒一样的，这种感觉真的特别不爽。在自己居家隔离的时候呢，会再需要做2次检测，第3天和第6天。第3天的检测就是口腔的检测，口腔的试纸，然后第6天是鼻子和口腔2样都要做，这个费用是72块一次，这个费用都是要支付的。到了第7天的时候，我的编码终于变成了绿码，现在就是终于完全解除隔离了，我自由了。